第一课，现代创新。但是它不会是一座该死的中世纪通风城堡，它将拥有最新的技术。是的，没错。想象一下，将历史建筑与现代舒适和创新融为一体。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它将创造一个独特的生活空间，在拥抱未来的同时尊重过去。绝对可以，新旧相结合，可以带来一些令人惊叹的设计。我相信科技可以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它们更加高效和愉快。是的，它还可以在提供必要更新的同时，保留历史遗迹。我认为我们应该探索一些对历史建筑进行现代改造的例子。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很想看看创造力如何改变空间。让我们一起研究，找到一些鼓舞人心的项目来分享。第二课，数据决策。我们必须收集更多数据，以便对我们的项目做出明智的决策。我完全同意，拥有准确的信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情况。是的，它还将使我们能够确定未来的潜在机遇和挑战。没错，通过分析数据，我们可以量身定制策略，以有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各种来源，以确保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的看法。这是个聪明的方法，结合不同的视角，通常可以带来更好的见解。是的，让团队参与这个过程，以进行协作非常重要。绝对可以，每个人的意见都可以提供我们可能没有考虑过的宝贵角度。让我们安排一个会议来讨论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计划。第三课，慢慢来。当然，不要急于做任何事情，花点时间仔细分析所有内容。是的，在做出决定之前，给自己留出思考的空间很重要。我同意，匆忙可能会导致错误，我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没错，全面的评估将帮助我们对自己的选择更有信心。另外，花点时间可以让我们收集更多信息，并考虑所有选项。确实如此，耐心比冲动行动要好。是的，我认为这也是在依赖我们收集的数据的同时，相信我们的直觉。绝对可以，平衡直觉与分析是有效决策的关键。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从长远来看，这种深思熟虑的方法将获得回报。第四课，探索新城市。如果你想探索一个新城市，你有什么建议吗？好吧，你有没有考虑过去那座以艺术和文化闻名的充满活力的城市？这听起来很有趣。我听说有许多画廊和博物馆可供参观。绝对可以，这是让自己沉浸在创造力和灵感中的好地方。我喜欢在当地艺术区漫步，发现隐藏的宝石的想法。是的，别忘了美食界，尝试当地美食是必须的。当然，
探索不同的餐厅可以为体验增添很多乐趣。没错。此外，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氛围和特色。想到可能性，我就很兴奋。让我们尽快计划这次冒险吧。第5课，自然奇观。你知道吗？地球的大部分生物多样性都集中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7个公园里。是的，这些保护区如何涵盖如此多样的生态系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绝对可以，每个公园都有独特的景观和野生动物，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我只能想象徒步穿越那些原始环境的美丽。是的，在自然栖息地看到稀有物种的机会确实很特别。我同意，它提醒人们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没错，参观这些公园可以激发我们更深入地欣赏大自然。让我们计划一次探索其中一个公园的旅行，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好主意，我等不及要亲眼目睹落基山脉的壮丽美景了。第6课，戏剧刺激。当他们演奏时，演出结束后，观众会鼓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是的，而且房间里的能量是电子的，尤其是当演员们尽力而为时。我的朋友非常擅长砍木头，但他也对表演充满热情。太令人印象深刻了，他能在这2项技能上都表现出色，真是太棒了。是的，他经常结合自己的兴趣，为当地剧院制作布景。这是融合他的爱好的绝佳方式，看到他的作品变为现实，一定令人满意。绝对可以，他喜欢成为戏剧界一员的兴奋。我明白这将是发挥创造力和表达力的绝佳途径。一定要尽快看他的一场演出，我很乐意支持他。第7课，汽车热情。有趣的是，有些人喜欢看发动机和汽车的其他部件。是的，汽车爱好者通常会欣赏每辆车所涉及的细节和工艺。我认为了解汽车的工作原理需要多少知识，真是令人着迷。绝对可以，有些人甚至花费数小时修改和定制车辆。是的，参加车展是他们展示辛勤工作的好方法。我听说这些活动充满活力，人们分享小贴士和故事。没错，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对汽车有着共同的热情的社区。我很佩服他们的奉献精神，保养汽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然，无论是性能还是美学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第8课，假日历险记。夏威夷是美国的第50个州，其人民享受其文化的所有独特方面。是的，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以其迷人的海滩和充满活力的传统而闻名。绝对可以。我听说当地的节日是一种充满音乐和舞蹈的不可思议的体验。
当然，夏威夷的阿罗哈精神在他们的热情好客中大放异彩。另外，那里的食物很棒，有新鲜的海鲜和传统菜肴可供尝试。我只能想象它一定有多好吃，我很想亲身体验一下。让我们把有朝一日游夏威夷，并沉浸在夏威夷文化中作为目标。这听起来像一场梦，我们可以探索这些岛屿并了解它们的历史。是的，这将是一次充满美丽、风味和难忘经历的冒险。第9课，达尔文之旅。小猎犬号和这艘船于1831年离开英格兰，踏上了一段非凡的旅程。是的，这次航行将达尔文带到了世界各地，改变了科学方向。我觉得他在这次旅行中的观察如何产生了开创性的想法，这真是令人着迷。绝对可以，他的经历塑造了他关于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理论。想一想，一次旅程如何能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真是不可思议。是的，他遇到的不同文化和生态系统一定让人大开眼界。我只能想象他一定从不同的环境中学到了多少。当然，旅行可以开启我们对新视角和新想法的思维。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他的旅程，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探索和发现故事。第10课，医院发展。该医院现在有89张床位，比以前大幅增加。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它显示了社区的发展以及对医疗保健的需求的增加。绝对可以。拥有更多的床位意味着他们可以容纳更多的患者，并提供更好的护理。是的，随着人口的增加，医院的扩建至关重要。我相信这种增长反映了对改善该地区医疗服务的承诺。当然，得知社区将健康和福祉放在首位，这令人欣慰。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开发和改善其设施，以满足未来的需求。我同意，设备齐全的医院对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我很高兴看到这种积极的变化，这是朝着所有人更健康的未来迈出的一步。第11课，对话神经。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开始对话真的很吓人。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人在结识新朋友时会感到紧张。没错，要立即给人留下好印象，通常感觉压力很大。我明白了，但是请记住，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真诚，并表现出对他人的兴趣。的确如此，我应该专注于享受谈话的乐趣，而不是担心自己的遭遇。是的，只要把它看作是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下次我会记住的。你有什么打破僵局的秘诀吗？从一个关于他们的兴趣的简单问题开始，可以创造奇迹。好主意，这是一种友好的互动方式，可以让对话自然进行。第12课，健身房设施。好的，我在计划健身课程时会记住这一点。健身区有淋浴吗？
是的，有淋浴可供使用，锻炼后非常方便。太棒了，这意味着我可以在之后去其他地方之前精神焕发。绝对可以，它使您可以轻松地进行锻炼，而不必担心时间限制。我很感激，拥有这些设施确实可以增强健身房体验。当然，在大汗淋漓的锻炼之后，可以选择清理干净，总是件好事。对，这无疑鼓励我更频繁地去。没错，知道之后可以洗澡，可以改变一切。我很期待尝试一下。第13课，乔丹之旅。你知道乔丹出生于1963年吗？是的，他是公司高管的3个儿子之一，这很有趣。对，他曾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大学，这才是他真正开始大放异彩的地方。令人着迷的是，那些早年是如何塑造他未来的篮球成功的。绝对可以，他的大学经历对发展他的技能和职业道德至关重要。想想他从那以后走了多远，真是不可思议。是的，他确实成为了体育界的偶像，激励了无数年轻运动员。我很佩服他如何平衡名声与谦卑，始终回馈社区。这就是他成为体育史上如此了不起的人物的原因。第14课，项目管理。我最近一直在研究项目管理，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领域。太迷人了！到目前为止，您发现哪些方面最有趣？我喜欢学习如何有效地管理资源和时间表，以实现目标。这很关键。有效的项目管理可以决定项目的成功。没错，我还一直在研究各种方法，例如敏捷和瀑布。这些绝对是流行的方法，是项目而定，每种都有自己的优势。是的，了解何时应用每种方法是成为一名成功的项目经理的关键。我同意。你有没有找到任何有助于项目管理的特定工具？我一直在探索有助于跟踪进度和协作的软件选项。第15课，趣味食物。你知道，有些食物不一定是营养饮食的一部分，但吃起来肯定很有趣。这是真的。有时候，在不感到难过的情况下，沉迷于那些罪恶的乐趣是件好事。没错，棉花糖和玉米片等食物带回了童年的回忆。是的，他们有办法让任何活动更加喜庆和愉快。偶尔善待自己是件好事，只要适度即可。绝对可以。生活就是平衡和享受小事物。你有任何你无法抗拒的最喜欢的有趣食物吗？我喜欢电影里的爆米花，没有它就不一样了。我完全同意，它增加了整个体验，不是吗？第16课，调整设置。
当然，一旦你掌握了这个设备的窍门，调整它的设置就非常简单了。真的吗？你是怎么做的？您可以按向上或向下箭头轻松调整音量或亮度。这听起来很简单，如果技术易于使用，那就太好了。是的，我很欣赏设备直观且不需要手册即可操作。没错，它使一切变得更流畅，使用起来更有趣。如果你需要帮助，那就问吧，我很高兴向您展示更多功能。谢谢，我喜欢学习新事物，尤其是当它们让生活更轻松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潜入其中，一定会很有趣。第17课，风景路线。是的，我以前走过那条路，这是一条美丽的小路，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景色。听起来不可思议，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去？如果天气允许，我正在考虑这个周末去。时机恰到好处，这将是享受户外活动的好方法。绝对可以，风景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在日落时分。我只能想象，这一定是一种和平的经历。确实如此，走这条路总能帮助我放松身心，欣赏大自然。我很乐意在某个时候加入你的行列，一起体验真是太神奇了。当然，让我们尽快计划一次旅行，这样你就可以亲眼看看。第18课，庆祝激情。找到一种方式来庆祝我们的激情非常重要，你不觉得吗？是的，确实如此，它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快乐和成就感。让我们尽快实现它，参与我们热爱的事情总是让人耳目一新。绝对可以，无论是艺术、音乐还是任何爱好，沉浸在自己身上都会非常有意义。我同意，它可以帮助我们表达自己，并与志趣相投的人建立联系。是的，让我们集思广益，探讨如何共同庆祝我们的激情。这听起来像个计划，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探索新的活动。我也是，让我们把它变成一次充满创造力和乐趣的难忘体验。我等不及了，当我们分享自己的激情时，总会更好。第19课，交通选择。有些地方距离太远，无法骑自行车去，你可能需要开车。这是真的，虽然骑自行车非常适合短距离，但有时汽车更实用。没错，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便利性和可持续性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我同意，而且当长途旅行时，这通常是最有效的选择。是的，此外，它使我们能够探索原本无法骑自行车进入的区域。绝对可以。公路旅行可能是探索新地方和享受旅程的一种有趣方式。我喜欢驾驶的自由，它为冒险开辟了许多可能性。没错，让我们尽快计划一次公路旅行，
这将是共同创造回忆的好方法。我全力以赴。开车探索新地方，听起来像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第20课，文化探索。我一直有一种冲动，想让自己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按照自己的条件体验新的文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旅行确实可以开阔你的视野，并帮助你成长。没错，我想让自己沉浸在不同的传统中，并在此过程中结识新朋友。了解他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经历。我同意。我认为它将以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挑战我。走出舒适区才是真正增长的地方，对吧？绝对可以。我想拥抱未知世界，看看会有哪些冒险等待着你。这就是精神。你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吗？是的，我正在考虑去东南亚旅行。我听说那里的文化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第21课，友好的面孔。我发现，在人群中找到一张友好的笑脸之前，我常常会感到有点失落。这很有趣。专注于一个人确实可以缓解焦虑感。是的，我倾向于选择一个看起来很热情的人，我会假装他们是我的主播。这是在陌生环境中扎根的好方法，不是吗？没错，这让我感到联系更加紧密，减少了孤立感。此外，它可以为对话和建立新的友谊开辟机会。是的，有时候那张友好的面孔竟然是一个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的人。当然，你永远不知道只要伸出援手就能见到谁。我认为这是探索新地方时的绝佳心态。第22课，寻求建议。在职业决策方面，我认为专业人士或校友的建议非常宝贵。绝对可以。向那些走过我们之前的道路的人学习，可以提供很好的见解。我不想错过任何收集可以帮助我成功的信息的机会。这是个聪明的方法。建立人际关系和寻求指导可以打开许多大门。我同意。听取不同的观点可以帮助我明确自己的目标。是的，得知其他人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令人放心。没错，他们的经历可以指导我们，防止我们犯同样的错误。一切都与学习和成长有关，对吧？是的，我很高兴能接触到我所在领域的更多人，并与他们建立联系。第23课，健康之旅。我认为我们能在这段旅程中共同进步并变得更健康，真是太好了。绝对可以。相互支持使整个过程变得更加愉快和有效。我很高兴我们能作为一个团队走上这条道路，那样感觉就不那么艰巨了。是的，我们可以互相激励，并在此过程中庆祝我们的里程碑。没错，拥有一个锻炼伙伴可以对保持忠诚度有很大的不同。
一起尝试新的食谱和活动也很有趣。我完全同意，它将个人目标变成了一次共同的冒险。另外，我们可以从彼此的长处和短处中学习。这就是团队合作的美妙之处，它增强了我们的个人努力。第24课，监狱状况。从技术上讲，很难想象罪犯会被判处死刑。是的，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几乎没有人担心让他们感到舒服。条件一定很恶劣，这反映了他们判刑的严厉程度。没错，这清楚地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司法系统会有很大差异。它还引发了伦理问题，即我们如何对待个人，甚至是那些犯罪的人。绝对可以，无论采取什么行动，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人性。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话题，它可以引发关于改革和同情的对话。是的，了解这些问题可以得出更明智的司法见解。我认为社会反思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第25课，学习新技能。我发现这有点困难，但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学习新东西。很高兴听到，走出舒适区通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是的，它促使我换个角度思考，适应新情况。我们能通过挑战成长，真是太神奇了，不是吗？绝对可以。我意识到奋斗往往会导致个人发展。掌握一项新技能的满足感是如此充实。我完全同意，这就像在游戏中解锁新关卡一样。没错，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学到了什么？我上了一堂烹饪课，既有趣又有启发性。第26课，探索欧洲。尽管他的商业往来很忙，但他仍然抽出时间定期游览英格兰和欧洲。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平衡工作和休闲对整体健康很重要。没错，旅行可以让他恢复活力，并获得全新的视角。亲眼目睹不同的文化和景观，一定会令人鼓舞。当然，每次旅行都可能丰富他对世界的理解。此外，他可以为自己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带来独特的经历。是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不是吗？绝对可以，旅行可以成为创造力和动力的源泉。我希望采用这种心态，在自己的生活中优先考虑旅行。第27课，任务管理。我将任务分成几个小步骤，以使其更易于管理。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这是个聪明的策略，它可以让即使是最大的项目，也不会那么让人感到不知所措。没错，当我将一项任务视为一系列较小的动作时，感觉是可以实现的。它可以让你庆祝沿途的每一次小胜利。是的，这种成就感使我有动力继续前进。
当你有明确定义的步骤时，跟踪进度也会更容易。绝对可以。知道我能逐一完成任务，我的压力就会减轻。他还鼓励你保持专注，避免分心。这是真的。我想我会在未来的项目中坚持使用这种方法。第28课，电话礼节。我认为接听电话时最好在问候语中包含这些信息。绝对可以。他定下了友好的语气，使对话更加顺畅。另外，它可以帮助来电者从一开始就感到宾至如归和重视。没错，而且立即确认来电者是礼貌的。我还认为，你不应该使用语音信箱来避免接听电话。是的，有些人过于依赖语音信箱，错过了实时互动。这是真的。有时，实时对话可以更快地解决问题。这表明你重视对方在伸出援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当然，良好的电话礼节在建立牢固的人际关系方面大有帮助。第29课，抗震能力。日本如何发展抵御强烈地震的基础设施真是太了不起了，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的地震活动历史。绝对可以。在21世纪初，该国经历了几次大地震，考验了他们的准备情况。是的，他们采用的创新工程技术确实在保护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看到建筑物是如何设计成吸收冲击和摇摆而不会倒塌的，这真是令人着迷。没错，在地震多发地区，柔性材料和深层地基的使用至关重要。我很佩服日本人民如何适应这种自然威胁，它表现出了韧性和决心。当然，他们对安全和备灾的承诺确实令人鼓舞。确实如此，他们还定期进行演习，确保每个人都知道在紧急情况下该怎么做。是的，社区参与备灾可以增强整体安全，使其成为一项共同的责任。第30课，寻找火车站。对不起，你知道我怎么能从这里去火车站吗？是的，很简单。首先，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左转。明白了。然后我该怎么办？之后，直行2个街区，你会在右边看到车站。这听起来很简单。离这里很远吗？一点都不是，这只是很短的步行路程，所以你应该很快就能到达。完美，我很感激你的帮助，我想确保我准时赶上火车。没问题，仔细检查方向总是好的，尤其是在新城市。没错，我宁愿问也不愿迷路。谢谢你的好意。